在这个重要的日子里，我要向大家宣布一个重大发现，将改变整个化学界的配平公式。我解出来了！这么年轻，这个真是太厉害了！是3价铁离子加铜。现在是2023年，我穿到了30年后一个同名同姓女孩身上。陆苑，你不过是一个乡下来的假千金，也配碰本大小姐拍卖级的钻石首饰啊？她的处境似乎有些不妙啊。拿去。姐姐，你就算不喜欢我，也不能把爸爸花大价钱买来的拍品扔在地上呀！爸爸，你看他。哎，爸爸都看到了，太没教养！你在家里只会给我惹是生非。明天学校公开课，小小会在课堂上分享关于高中教材化学知识的离子方程式的重大发现，好好学学，看看小小是怎么为我们陆家争光的。离子方程式判断，这公式当年我刚说到一半就被大口吞噬了，现在怎么被改错了，印在了教科书上？这不是误人子弟吗？我明天一定要去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同学们、家长们，这道是高中化学必考题，离子方程式正误判断，教科书明确给出了标准答案。李老师，我认为氯化铁和铜反应生成的亚铁离子和铜离子的答案是正确的，这是权威教材认定的。这个公式从一开始就是错的。姐姐，你疯了吗？我可是按照陈景安院士编定的权威教材作为依据的。哇，左右居然配平了，怎么好像他写的才是对的呀？权威，你们争论对错的所有依据都是出自我笔下。现在原作者告诉你，这里写错了。姐姐，这道氯化铁与铜反应的离子方程式是全国通用教材的标准答案，你怎么能说它是错的呢？老师，答案的核心思路是对的，但配平步骤有误。不行，要是被一个黄毛丫头当场指认出错误，我岂不是很没威严？这可是公开课，学生家长都看着呢。陆苑同学，这是权威的教材，不会出错的。我知道你刚从乡下转来，可能跟不上节奏，不要扰乱课堂秩序。正确的配平应该是左边3个正电荷，右边原本也是3个正电荷，看似守恒，但铁离子的化合价升降没有对应，必须加系数2才能让电子转移平衡。陆苑，你是老师，我是老师，教材是你能质疑的吗？有本事把正确的解法和推导过程写出来。姐姐，这比书本上的步骤少多了，不要不懂装懂好吗？看懂了吗？教材上漏了系数2，属于基础配平错误，而且你们高中化学体系里很多氧化还原反应的配平讲解都绕了远路。另外，李老师，我确实没有学过你们这一套高中化学体系，因为你们这个系统在我看来漏洞百出。你究竟是谁？
好了，关于离子方程式的讨论就到这里，现在把书收起来，准备进行化学一模测验。装什么装？等下看你怎么笑得出来。该题逻辑上有硬伤，不予作答。该题是伪命题，在恒温恒熔下加入惰性气体，各物质浓度不变，平衡不移动。题目假设与化学平衡原理矛盾。陆月，你不认真答题，轮得到你写什么题目修改建议？你又想干什么？我只是说了正确的话，出题人有点想法，但不多，建议他回炉重造一下基础知识，至少先把高等物理化学和数学物理方法的前3章看懂。你这是什么态度？用乱七八糟的方法在答题，你以为你是什么化学专家？学习态度如此不端正。李老师，不好意思啊，陆院惹您生气了。陆院他不仅使用大量超纲知识作答，导致无法判断其步骤正误，更在试卷上公然写评语，侮辱出题专家，影响恶劣，决定对陆院同学这次考试进行0分处理。陆院，你看看你把李老师给气的，快给李老师道歉，向他保证以后再也不去扰乱考试纪律。陆院，我跟你说的话你听见没？比起一份无关紧要的试卷，爸，你公司那个投入巨大但成本始终居高不下的污水处理项目才更应该值得关注吧。你们用的核心催化剂一看就知道是基于一个错误的负反应原理设计的，催化路径冗长，中间产物毒性大，导致后续分离和环保成本激增。怪不得成本压不下来，还面临环保不达标的潜在风险。爸，别听姐姐胡说。这个项目遇到的瓶颈是公司核心机密，除了公司高层，没人清楚细节。你怎么知道？这是谁告诉你的？你今天吃早饭的时候，在餐桌上看的资料，我看到了。但凡懂点化学，看一眼催化剂结构式就知道了。我要睡觉了，别打扰我。小月，陆月，这么喜欢抢风头是吧？你等着，我一定让你好看。老师，我说真的，姐姐估计是在哪儿看到了这些期刊，自己背下来，想出风头。可她这样是在公然剽窃陈景安院士的论文啊！老师，姐姐也是刚从乡下过来，还不懂事，你别怪她。陈景安院士最近来京市参加学术论坛，也会来我们学校指导工作。到时候他还敢当着陈院士的面说这么狂妄的话，便怪我没提醒过他。我说过，我说的实验室制陆器的正确装置选择，根本不是教材上写的那样。最初的、最简洁正确的证明被我亲手刻在了这里。出来了，推导式，先这样，再这样，结合分子结构，再这样，出来了，我推导出核心公式了。与其在这里进行无意义的言语验证，不如直接在现场看实证。姐姐，你叫我们来就是来看你给校草表白，就算你想引起李老师的注意，也不用编这种一戳就破的谎言吧？这
之前我们怎么相信你啊？荒唐，简直胡闹！这疯了吧？难道我重生之后的世界变量被干扰了？是的，他就是胡说八道。不可能，这是人为的。姐姐，这你怎么解释呀？叫我们来是来看你的笑话。墙可以被新的涂料覆盖，但真理不会因为被覆盖就消散。李老师，你之前说陈景安院士的编写教材权威不容置疑，对吗？当然，这是经过国家审定，陈景安院士亲自主编的教材，代表了国内化学界的最高权威之一，岂是你一个学生能妄加评判的？最高权威？如果权威的根基从一开始就是歪的呢？你们认为权威的这本教材，特别是关于实验室制陆器的部分，其核心论述和公式，完全源于我，或者说源于我当年的构想。姐姐，我知道你很想得到承认，别在这里骗人了。而你们口中德高望重的陈景安院士，当年只是我编写教材的助手。啊？怎么可能？既然物理证据暂时无法呈现，那么最直接证明的方式就是现场呈现。我可以当场将实验室制氯气的过程重新演绎一遍。荒谬，简直太荒谬了！你以为你是谁，能跟陈景安院士比？哼！好，我就用陈院士发表在国家化学学报上的权威论文，跟你现场比试，就推导实验室制氯气当初试图解决的核心问题，看你还怎么嘴硬。逻辑清晰，推导路径甚至绕开了我当年陷入思维定式的那个盲区。你这思路与一位已故的国宝级专家，我们称他为青鸾同志的绝密手稿相似度达到了95%以上。这本笔记属于青鸾同志自他因公殉职后一直封存于国家最高级别的机密档案室，他的保密级别连实验室的许多教授都无权接触。陆苑同学，请你当着大家的面解释一下，你一个高3的学生是如何独立想到并与这份绝密手稿高度重合的。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为你推导一遍手稿上的其他内容。陆苑，你现在画这些无关的东西做什么呀？回答我的问题，你从哪里接触到这些绝密手稿的？陈景安同志，当年你编写初稿时问我为什么要用长颈漏斗，我告诉你长颈漏斗没有活塞，氯气会从漏斗口溢出，不仅污染环境，还会导致收集不到足量气体。这件事情是项目组内部极小范围的讨论，细节绝无可能记录于任何书面报告，更不可能外泄呀。我当时没有在会议上解释，只是会后跟你一个人在实验室里跟你解释过。你还说这一发现可以扳倒现在仍在化学界的3座大山。这个只有我们2个人知道的细节，他怎么会知道？你怎么会？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这些你怎么会知道的？这些秘密早就……你到底是谁？我是谁？陈景安同志，你心里不是早就有答案了吗？能把化学元素掌握得炉火纯青的只有那个人，他当年可是全国唯一的院士，化学教材编撰的先驱者，他早已经去世多年，莫非……老师啊！居然喊他老师！陈院士居然喊你为老师！看来我演得太投入了，连我们德高望重的陈景安院士都被骗了。开玩笑而已，何必那么当真呢？毕竟想象力也是科学发展的核心动力之一。
不是吗？陆苑，你太过分了，居然拿国家机密和陈院士的过往开玩笑，哗众取宠，你把大家都当傻子吗？物归原主，陈院士受惊了。老师，我就知道一定是你，除了你没有人知道这些细节。您临死前参与的青鸾87项目缺少了一项核心公式，到现在还停滞不前，大家都以为这是虎头蛇尾的无用研究。但我们知道，一旦完成，这就是震惊化学界的存在呀！老师，求你回来吧，国家需要你，咱们科研团队也需要你作为主心骨啊！老陈啊，还是那么急性子。不过回来这件事还不急。我连自己为什么会在这具年轻的身体里重活一世都还没弄清楚。陆同志，可是这项目……放心吧，该做的事一件也不会少，公式会修正，路径会打通，只是我现在得在这里解决麻烦。清理一下实验环境，是进行精密研究的前提，不是吗？我明白了，老师，有任何需要，你随时联系我，青鸾等您回来。哎呀，这可怎么办呢？环保局的罚单和项目的停摆通知都已经下达了。哎呀，这家公司啊，将面临巨大损失啊！哎，爸爸，我托朋友请了一位 MIT 环保专家张博士，这是他给的解决方案。那太好了，这简直就是及时雨啊！咦，娇娇，这个方案的价格虽然低，可是周期太长，成本不好控制。哎，算了，现在也没有其他方案了，试试吧。这个方案思路太陈旧了，本质上这是基于末端治理，成本高，效率低，相当于用金币填茅坑，除了听起来昂贵，毫无智慧可言。姐姐，你懂不懂啊？这可是 MIT 环保专家张博士给的方案。好像有点道理。他真能做出来？用这个催化剂，常温常压，一步转化，生产物回收利用，副产物是水和碳酸盐，直接达标，成本粗略估算是你的那个复杂方案的1/20。真的？实践是唯一的验证标准。借用一下公司的实验室，1个小时，我证明给你看。反正现在公司处理不达标，就得停摆，让他试试也行。行，赶紧去试试。
样，小月？反应出来了，副产物的报告在这里。主要是水和碳酸盐，没有什么污染。太好了，小月，真好。爸，学长，看，爸爸，看到公司问题解决，我真为你高兴。是啊，这一次啊，多亏了小月。但是爸爸，我现在还是有点不安。姐姐她的知识来得太突然了，这么尖端的技术，是从哪里得到的呢？我是怕姐姐为了在这个家站稳脚跟，走什么歪路啊？您知道的，姐姐有剽窃陈院士论文的前科，万一公司发布核心技术被告剽窃怎么办？如果这技术来源有问题，将来岂不是会连累公司和家里？我也是为这个家着想。小小啊，还是你考虑的周到。小月，你昨天展示的技术确实惊人啊，为公司解决了大麻烦了。不过，这么前沿的技术，我需要看到完整的专利文件，至少得是权威机构的验证报告。与其耗费能量去验证一个证明有效的成果，不如先排查一下实验室里的污染源。毕竟，在化学上最危险的，往往不是性质最活跃的试剂，而是那些看起来稳定，就会在关键时刻分解出毒气，污染整个反应体系的物质。什么意思？这个人是谁啊？我今早去实验室做残留物分析，发现我预留的一份催化剂原料有被微量污染的迹象。继续往后看，证据不一定需要高科技，有时候只需要一些基础的化学常识。这是测试酸碱度的试纸，这个物质应该会残留到手上。跟你手上的微量成分应该是同一种的吧？需要现场做个实验比对吗？反应很快，大概只需要3秒。陆小小，你太让我失望。对不起，爸爸，我真的知道错了，我只是太害怕了。姐姐那么厉害，一回来就解决了公司那么大的问题，果然是从小在家受教养长大的，不像我，被养父母都教坏了。我只是想证明我请来的专家更有用，我只是怕自己太没用，帮不上你。姐姐回来之后你就不要我了，爸爸，我只有您了。
小小，你糊涂啊！你再怎么样也不能做出这样破坏实验、破坏公司利益的事情啊！爸爸，我真的知道错了。这次就算了，下不为例。你呀，是爸爸的亲生女儿，爸爸怎么会不要你呢？小小，以后不能再钻牛角尖了。小月，这件事情你也有错呀，都是因为你太要强，处处欺负小小，他才会这么没有安全感。小月啊，这次的事情，小小固然有错，但你也有责任。你们毕竟是姐妹，以后要和睦相处。你作为姐姐，能力强，更要大度一点，多让着点妹妹，知道吗？我的责任应该在于没预料到在非实验的环境下，人性变量居然会具有如此的污染性吧。你姐姐，昨天的事儿，爸爸后来跟我说了，他只是一时被你拿出的技术唬住了，心里最疼的还是我这个亲生女儿。他说了，让我警告你，安分点，别总想着欺负我。陆苑怎么不像以前，一激怒就会跳脚了？到底是中了什么邪？怎么这么沉得住气了，跟换了个人似的？走。我不要去乡下那种地方。爸爸，你养了我那么多年，你舍得让我去那种地方吗？姐姐，你怎么能这么说呢？那毕竟是你亲生父母生活过的地方呀。你这个贱人，都是因为你，爸爸才要送我走。你知道什么？我要撕烂你的嘴！够了，陆远，你的教养去哪了？果然不是亲生的，白养了你一场，没教养的东西。姐姐，你要放清楚自己的位子。爸爸接你回来，只是可怜你那对乡下父母亡故了，把你养到成年，参加完高考，陆家也算是尽职尽责了。你最好别想那些不该想的东西。那也是你的父母，养了你17年，你轻飘飘一句乡下人就带过了。陆小小，你以为你陆家祖上就不是农民？我就是陆家的女儿，反正你就是假货。我最近总是断断续续做一些奇怪的梦，梦里这具身体，哦不，以前的我似乎经常喝你端来的牛奶，每次喝完都会沉睡很久，身体也越来越虚弱。你胡说八道什么？做梦也能当真？我看你是学习压力太大，出现幻觉了吧？你给我的牛奶总是带着一丝苦杏仁的味道。陆小小，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吧？你疯了吗？在编什么鬼故事？我根本听不懂你在说什么。从乡下回来之后，我的身体出现如此剧烈的反应，真的只是因为水土不服和心理脆弱吗？你别过来！你个疯子！我并没有确凿的证据，只是试探他便如此慌乱。果然，我来到这个时间点并非偶然。放轻松，这个贱人想都想不起来了，没有证据，凭什么说是我干的？这个全国青少年化学创新大赛是全国性质的比赛，而且审题是由科研专家组进行审判。专家组目前是由陈景安院士带队，含金量可想而知。有意向的话，
填好报名表，下课交给我。好了，上课。爸，您喝茶。还是小小贴心呢。怎么了，小小？找爸是有什么事吗？爸爸，姐姐上次解决公司危机的那个催化剂，真的是太厉害了，而且从未被发表过专利级别。姐姐真是天才，相比之下，我就显得好普通啊。爸爸，马上就要全国青少年化学创新大赛的试赛了，我怕我比不过姐姐。要有信心呢。爸爸，您知道的，我之前在乡下不比姐姐，没有受过更好的教育，我的履历还是太单薄了。都是爸爸对不起你，认错了人呢。我知道这个请求有一点过分，但是爸爸，你能不能把姐姐那个催化剂的成果给我？如果我能将这么前沿的成果收入到我的参赛成果里，对我的帮助是巨大的，这会关系到我的未来。这个嘛，小小，公司已经决定用你姐姐的名字去申请专利的，而且资料都已经递交给董事会了。爸爸，姐姐那么聪明，随手都能拿出那么厉害的技术，她肯定不在乎这一点成果。再说了，爸爸，我们都是一家人啊，我是您的亲生女儿，姐姐也是在我们家长大的，无论是我还是姐姐，不都是为咱们陆家增添光彩吗？而且我们家养了姐姐17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她现在有能力了，用一点成果回报一下陆家，帮助妹妹，不是应该的吗？难道还要跟我们分那么清吗？爸爸，你才是我们家主人呀。小小，你说的也在理，小院的东西就是我们陆家的东西，如果说要用你的名字去申请专利的话，确实能够更好的为我们陆家争光，也对你的前途有帮助。按理来说，他高考日后成了年，要离开我们陆家，我们也没有办法呀。这个里面的资料拿回去好好看，慢慢的消化，但是一定用心，千万不能让其他人知道。谢谢爸爸，您放心，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我一定拿下大奖，让所有人都知道我们陆家的厉害。爸爸看好你啊。陆月，就算你死不了，我也不会让你如愿以偿的留在陆家的。陆小小同学，你的论文在新型环保催化剂中的应用展望的研究方向十分前沿，竟然能提出旧分子式的新应用，太厉害了。都说科学源于生活，恰好我爸爸的公司最近也有一样的情况，公司也有实验室，我也只是误打误撞的成功了。现在研究专利已经在申请了，我只是平时多看了一些论文，有一点不成熟的想法而已。还要感谢李老师的指导。这篇论文角度新颖，逻辑严谨，很有深度，获得评委一致好评，代表学校参加市赛，实至名归了。姐姐，你也来看榜单的，真可惜。不过这一次名额很严格的，但是没有关系，以后还是有机会的。恭喜。陆小小同学的这篇论文的核心创新点在于提出并设计了一种全新的催化剂，让污染治理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小小论文中这个精巧的设计完全跳出了传统催化剂的思维定式，我现在就发下去，大家学习一下。陆
小小同学，没想到我提供给公司的资料，竟然成了你独立研究的核心成果。这个结构，为了适应工业生产的现实条件，我特意做了非最优，但更稳定的取代。这其实算一种缺陷，而缺陷竟然被你原封不动地构想出来，真是惊人的巧合。你胡说！这明明是我独立研究的成果，你有什么证据证明这是你的东西？卢燕同学，注意你的言辞。哎，我知道小小获奖可以代替你参加省赛，你可能心里不平衡，但无凭无据指责同学剽窃是极其严重的指控。你说这是你的，证据呢？我就是原作者，这个缺陷的提出就是我的指控。老师，作弊抄答案的时候，如果看不懂，也不知道自己抄的是错的吧？姐姐，公司或许用了你的方案，但是我也受了你的启发，独立推导了类似的结构。有一点缺陷也是正常的。证据优化，哼，那份简化资料里，我留了一个小小的副产物指纹图谱，不知道你在独立研究和优化的过程中有没有发现？姐姐，我知道你厉害，但你不能用这些我听不懂的词来污蔑我。什么指纹图谱，根本就是你编出来的。陆苑，科学是严谨的，不是靠编造生僻概念来。好，那我们就简单点说，你的论文里提到的这种催化剂在常温常压下不会产生有害副产物，对吗？是的，这是核心优势之一。你确定你完全理解常温常压这个前提吗？任何一种催化剂都有其适宜的温度。我提供的那个版本，为了更快地适应陆氏公司现有的污水处理装置，我特意将其调整为适宜温度，设定在了15到20摄氏度。在这个温度期间，它确实所有数据都接近完美，但是一旦反应温度超过25摄氏度，催化剂反应就会变得不稳定，导致的结果就是催化剂会优先催化水中的氯离子，生成微量的具有明显有毒气味的3氯甲烷，也就是俗称有毒的氯仿。连初中生都知道氯仿是什么，陆小小，你不会连这个都不知道吧？氯仿，那可是剧毒气体啊！要是一旦大规模使用，那可是会死人的，怎么还能治理污水呢？一个真正理解催化剂原理的研发者，一定会明确地指出这个致命的温度限制，以及超过25摄氏度后产生的有毒副产物，因为这是基本的化学常识。而你的论文里对此只字不提，通篇只强调常温常压，仿佛它能在任何常温环境下完美工作。请问，是你独立研究时忽略了这关键的一点，还是你本来就知道，却故意隐瞒？或者说，这个成果根本就不属于你，所以你无法解释这个缺陷。该死的！我要是承认故意隐瞒，那就是有害社会；我要是承认剽窃，我也下不来台。陆小小同学，陆远说这个反应要严格限制在15到20摄氏度，你的论文里为什么没有体现？陆远同学，你说的这些都是你的一面之词，科学讲究证据，可不是靠凭空想象就来污蔑他人的。这件事到此为止，在没有确凿证据之前，我不希望听到关于剽窃的无端猜测。陆小小同学的成绩可是经过我们学校评委老师认可的，
现在我们继续上课。有什么疑问，下课再说。哎，怎么办呀？为什么资料上一个字都没有写出会产生律法？陆渊，你害死我了！怎么了，小小？爸爸啊！爸爸，今天在学校，姐姐她当众说我获奖的那个项目是剽窃了那个催化剂，而且技术有缺陷，同学们现在都在背后议论我。没事，没事。爸爸，姐姐她根本是不是就不想我们陆家好？她故意拿出有问题的技术，就是故意来威胁我，毁我前程，我害怕。简直是胡闹！有什么事儿不能回家说吗？非得当众去闹？你放心，爸爸不会让他胡来的。喂，是我，东西已经发你了，帮我查一下，到底会不会产生律法？不行啊，这个查不出来啊，这个不好查呀，不好查呀。不知道也得查，必须在他拿出所谓的证据之前，给我搞清楚那到底是什么东西，或者想办法证明他是在胡说。我们查到了，确实会产生律法。什么？你说真的会产生律法？怎么办？论文已经交上去了，到时候在省里，甚至是全国那些真正的专家面前，我必然会暴露无遗。到时候不仅仅是在校内丢脸，而是会在所有人面前身败名裂了。不行，我得想个办法让这件事情抹平，让说实话的陆渊也消失。李老师，我想申请退出全国青少年化学创新大赛的省赛。退出？就因为陆渊那些毫无根据的指控？不，他也只是这么说呀。你不要受影响，老师相信你。不是的，跟姐姐无关，是我身体的原因。医生说我神经衰弱，不适合动脑。我这样的状态去专家组面前答辩解说，也是给学校丢脸，我不能拖累学校的荣誉。唉，好吧，我帮你向组委会说明情况，将论文撤下来吧。谢谢李老师，让李老师失望了。唉，他退赛了，论文我没看到。他倒是聪明，知道及时止损。不是聪明，是怕被揭穿，钝了。不过他偷走的东西，欠下的债，总有一天需要连本带利的还回来。希望那个人给我把事情办好了。陆渊，今天就是你的死期。卡扣的弹簧力度似乎被人为调松了，连接并不紧密，在加热和内部压力升高时，很容易脱落。哎呀，实验室起火了！幸好加了点别的东西，化学物质不能进行完全反应。怎么回事啊？陆远同学，你没事吧？怎么这么不小心？李老师，这不是不小心，是这套仪器和这个卡扣被人为破坏了，弹簧失效，接口不密。如果不是我刚才用的溶剂剂量少，且扑救及时，现在这里可能已经是一片火海，或者发生爆炸了。啊！怎么回事？陆渊不仅没事，还一眼就看穿了陷阱。没关系，这一招不行，我还有下一招。高三转校生身份成谜，
自诩化学教材编写专家，亦与被国家封存的神秘青鸾项目有关。是天才还是窃贼？其所掌握的化学知识来源是否正当？青鸾项目只存在于我的手稿里，到底是谁偷看了我的手稿？姐姐，外面现在议论纷纷，我也很担心你。不过有时候你说话真的很不像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啊。姐姐，你的手稿上怎么会有关于青鸾项目的资料啊？我听说这是陈景安院士在研究的项目啊，我只是怕你惹上不该惹的麻烦。你到底是通过谁接触了国家机密啊？哎，校长，是，我知道了。陆苑同学的情况确实特殊，他掌握的知识远远超出高中范畴。什么？现在学校里流言四起，他对学校声誉造成不良影响，要请相关部门介入调查一下他的背景。可是快要高考了，那他岂不是没办法高考了？喂，校长啊，哎呀，真是不好意思呀，给您和学校添麻烦了。哎呀，这孩子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自从乡下回来，我就觉得他不太对劲。你放心，我一定会好好的问他问清楚的啊。哎，好嘞。小袁，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净给家里惹事，你知不知道这件事情已经是让公司也被介入了调查呀？真是个祸害！看来啊，陈总还得把你送回乡下，高考也不用参加了。对了，你给我说清楚，这件事情你是怎么知道那么清楚的？这个青鸾项目，你是不是在外面接触了什么不该接触的人？收了什么不该收的东西？啊？是呀，姐姐，这可是涉及国家项目机密的。陈院士现在在国外，专家组很快就要下来调查了，你最好是提前说清楚啊，不要连累陆家。我的知识来源于学习和思考。哼，至于青鸾，那不是你们该过问的事。你到了现在还在嘴硬啊！你看看你目无尊长，惹是生非。我看你就是欠管教。从今天开始，在家给我好好待着，等待专家组下来。爸爸，您别生气，姐姐她可能一时想差了。姐姐，你就跟爸爸服个软吧，承认你的错误。积极接受调查，看来是时候彻底摆脱这个所谓的家了。哼，你能不能跟小小学学？姐姐，别写了，有人找你。请问你是陆苑同学吗？我们接到相关情况反映，需要请你配合了解一些关于青鸾项目信息接触来源的问题。稍等一下，我把这个题做完就跟你走，10分钟。姐姐，你要尽快配合，不要拖延时间啊！你也不知道从哪儿接触了泄密的人，这件事情必须要调查清楚，刻不容缓，别再拖延了。嘿，好，那我就给你10分钟的时间。谢谢。走吧。同志，一定要严肃处理啊！我们陆家绝对配合。爸爸，姐姐她不会真的有什么问题吧？听起来好像很严重的样子。我已经提交了证据，证明我们陆家什么都不知道，已经和他划清界限了。唉，
最好让他在里面好好反省反省，成天就知道惹是生非，丢尽我们陆家的脸。早知道，当初就不该接他回来。手续已经办妥，这位陆同志我已经接管了，剩下所有的情况由我程锦安这边负责。是，陈院士。老师，本您受委屈了。针对陆家那边的指控，上面已经知道您是无辜的了。只是现在澄清太过高调，不利于青鸾的项目组进行保密工作，只能用这种疑似入狱的方式，请您离开陆家，才能确保后续工作绝对的保密和顺利进行。我都理解。不管怎么样，都重新欢迎您加入青鸾8期的项目组。我们都期待您能继续攻破难题，为教学指导后人的成就再添砖加瓦。好，那我们就此就开始工作吧。你给我说说你们青鸾项目遇到的难题。我们遇到了瓶颈，按照您最初的模型演练，能量场始终无法稳定。我们尝试了所有已知的稳定方案，都失败了，所以项目才需要您，只有您才可能知道问题出现在哪里。是时候修正这个历史遗留的错误了。喂，是，对，我是陆渊的父亲。哦，这样，行，绝对配合。好，那就不打扰了。好。爸爸。啊，陆渊呢，最近正在接受进一步调查，期间呢，不能与外界联系。果然还是走了弯路啊，涉及敏感信息才会接受调查。幸好反应快啊，陆家已经跟他划清了界限，要不然呢，会拖累我们陆家。姐姐真是太糊涂了，怎么能做那种事情呢？爸，那姐姐房间里面的东西，是不是该清理一下了呀？放在那看着也挺不吉利的。哎，行吧，你自己看着处理吧，白眼的东西都扔了。这好像是高等化学最大的未解之谜，怎么会有推导式？莫非是陆渊解出来的？哼，就算是你推导出来又怎么样？还不是给我做嫁衣？哪怕我只是做几个公式，改头换面，发表出来，我就是化学界的天才少女了。哪像你，再怎么厉害又怎么样？连高考都参加不了，假货就是假货。李老师，这内容前沿，这要是拿去参加全国青少年化学创新大赛，一定会震惊学界啊！陆小小同学，你真是个天才啊！快帮我拍张照。天才少女陆小小发表化学最难分子式应用，开创应用新纪元。天才少女陆小小取得全国青少年化学创新大赛特等奖，获得高考总分加80分。还是我的女儿啊！老师，啊，怎么样？有反应了吗？老师，这可是化学界最难的分子式，真的适合套用青鸾8期吗？这是不是太冒险了？这条分子式，我结合了上辈子的经验，在进入实验室之前就算出来了。如果这一次能反应成功，就说明我是对的。有反应了！老师，您真不愧是曾经的科学院首席，
自从你亡故之后，我们试了上百次，还是卡在第2阶段。可是现在竟然真的突破了。只要补上这最后一环，青鸾八气的核心公式就完成了。这一个发明就会松动几十年来一直压在化学头顶最难的3座大山。只要结合最难的分子应用就好了。我推导出青鸾八气的核心公式了。好，老师，您真的做到了。这下化学界将会迈入一个新的台阶，会有更多热爱化学的学子能学到您编写的教材了。我稍后就上报过去。现在整个项目的通路都打开了，后续按照你们的计划进行优化即可。对了，现在是什么时候？我该去参加高考了。老师，现在距离高考还有3天了。喂，好，我知道了。老师，外面说陆小小发表了化学界最难分子式应用论文，说自己推导出了结论，现在他高考可以加到80分呢。看来剽窃的手段他这是屡用不鲜，居然没人戳穿他。很多学界都有邀请他，只是他装谦虚，说自己在高考之前不会接受采访，要当一个低调的高中生。老师，要不我们就打假澄清，让这个剽窃的骗子下不来台。明明这是您推导出来结果，还直接应用在青鸾八七上，您的贡献我们可都是有目共睹啊。不急，人要站得越高才会摔得越惨。而且他对付我的手段还不止这一种。之前我发现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差，症状奇怪。出于直觉，我把毛发送去了专业机构来检测。这2天他给我们发来了结果。以前的我似乎经常喝你端来的牛奶，每次喝完都会沉睡很久，身体也越来越虚弱。你胡说八道什么？做梦也能当真？我看你是学习压力太大，出现幻觉了吧？你给我的牛奶总是带着一丝苦杏仁的味道。陆小小，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吧？你疯了吗？在编什么鬼故事？我根本听不懂你在说什么。从乡下回来之后，我的身体出现如此剧烈的反应，真的只是因为水土不服和心理脆弱吗？他竟然投毒！哎呀，其心歹毒，不可不查。交给你了，老陈，麻烦委派一下人手，调查一下他购买氰化物的证据。这种违禁的化学药品，可不是能随意购买的。是，老师，我这就去查。哎呀，小小，你看，很快直播间人数已经1000万了，你可要好好表现呐！啊！各位网友、家长们、同学们，今天我们非常荣幸，请到了刚刚荣获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的特等奖陆小小同学，以及他的父亲陆先生。小小同学这次的论文可以说震惊了整个学术界。过奖了，主要还是孩子自己努力啊。但是呢，这我们陆家呀，一直也是特别注重教育以及科研投入的。小小这孩子啊，就是太低调了，已经在私底下处理了很多的难题了。我眼花了，那是陆苑，据说他是因为窃取国家机密被带走了嘛。你怎么来了？姐姐，我是想说，你没事了吧？逆女，你还敢出来啊？这是你胡闹的地方吗？我们正在直播，不要在这里给我捣乱，赶紧给我滚回去！陆苑同学，这里正在进行一场严肃的关于学术成果的分享，容不得你在这里捣乱。我还什么都没说呢，只是站在这儿，就让你们几个这么心虚吗？陆小小，剽窃我的学术成果，让你获得高考加分，开心吗？什么？天才少女居然窃取别人的学术成果，
如果是这样，那这乐子可就大了。听说有人推导出了化学界最难的分子式，还因此获得了特等奖，高考加了80分。陆燕同学，小小的成果是经过大赛组委会众多专家评委严格审核和认可的。姐姐，我不知道你是动用了什么关系才出来的，你不是因为涉及泄密被带走了吗？你是不是趁检查人员不注意偷溜出来的？陆渊，赶紧从哪来，给我滚哪去！不要牵连我们陆家，我把你养至成年，我已经是仁至义尽。从今天开始，你跟我们陆家没有任何关系。姐姐，你嫉妒我，要陷害我，也要分场合吧？现在是直播，好多人都看着呢。你还是乖乖回去，潜心悔过，接受调查吧。认可？你所谓的化学界最难的分子式应用，是现在国家保密项目青鸾8期的核心分子式。你一个高中生是怎么知道国家保密项目的？难道说窃取保密信息的人是你？我不是，我没有，你胡说！看陆小小的反应，不会是真的吧？不是，这陆家人也太行了，那个李老师和陆总的脸都绿了。陆渊，你就会往我身上泼脏水，我这可是经过权威认证的结果，而且是化学界最难的分子式，和青鸾有什么关系？陆小小，第一次你窃取了我治理污水处理的化学分子式，还用你的名字申请了专利，我没计较，已经给过你机会了。第二次你偷看过我的手稿，诬陷我泄密，你以为我会再给你一次偷手稿的机会，然后踩着我上位吗？你觉得我为什么会把手稿遗留在那里？你看到的推导式都是错的，只要我解开的分子式应用面试，你就毫无遁形之地。3、2、1，10点了，该公布了。科学界惊爆，青鸾项目负责人去世后，其直系后人高三生陆苑成功推导出化学界最难的分子式，成功解决停滞多年的项目。我说过了，陆小小，你的论文是错误的，剽窃者就应该被钉在耻辱柱上。陆苑同学因为重大发明被国家破格录取，成为最年轻的院士。他将带领我们化学界继续攻克难题，造福人类。卢小小，你涉嫌剽窃国家科研级项目，长期给人下毒，现在证据确凿，跟我们走一趟。你血口喷人，什么投毒，我根本就不知道。爸爸，李老师，你们要相信我。姐姐她是因为嫉妒又毁了我。哼，我们已经有证据了，这种化合物代谢快，微量摄入能使神经衰弱，甚至衰竭死亡。我们掌握了2项关键的证据，第一是你匿名购买违禁化学药品，这些网络记录和支付流水；第二是陆苑同学的突破样本所做的图物检测报告，化验结果表明其残余成分与你购买的违禁药品完全一致。不，陆渊，你得到的这一切本应该是我的，凭什么？我不甘心！直系后人，肯定是你想想那对死去的爸妈，凭什么？凭什么他们把一切都给你，不给我？唉，有句老话说的对呀，天才就是99%的汗水加上1%的天赋。我所做的一切，都是我2辈子努力得到的。你们2位也需要接受调查，行吧？好了，接下来可以安心参加高考了。什么？你还要参加高考？有这成果，你可以直接被破格录取啊！不用搞特殊，就平平凡凡的跟所有人一起参加高考吧，这可是每一个高3学子的使命啊！老师，你终于获得了自己的荣誉。放心，我会不忘初心，无论是化学界的攻坚克难，还是教育界的教材编撰，
我都会不遗余力。老师，感谢您为华国所做的一切贡献。